石大人，你一定要给我娘伸冤报仇！石大人，她死得太离奇，太没有道理了，求石大人给小的做主啊！你是何人？小的是惠敏郡王府的账房小厮。我娘她靠给人接生为业，王爷就是她接生的。我娘她有意向王爷奶娘提亲，奶娘本来不许的，后来给我娘吓了一下，她又回心转意了，来找我娘，于是2个人就关起门来说话，也没有多久，我娘就死了。如何死亡的？不知道，我去的时候，我娘就已经倒在地上，没有气了。杜康，禀大人，仵作已经去验尸了。可有外伤啊？没有，我没看见，也没找着。当然的，我不知道奶娘她用的什么方法，但是，一定是她害死我娘，不会错的。何以见得？大人，奶娘有把柄在我娘手里，她容不得我娘啊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哈。什么把柄？我娘知道，是奶娘当年偷换了孩子，而且不是福晋亲生的。大人，何长生啊，惠敏郡王是皇亲贵胄，这种事儿要是胡说，就是死罪呀。何长生，你可有证据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大人，这都是我娘亲口告诉我的，真的。她说奶娘也承认了，才答应把苏玲许给我的。你要娶苏玲？是，小的打小就喜欢苏玲，这全府上下全都知道。我娘几次向奶娘提亲，她都不肯。哦，对了，我娘说，苏玲才是福晋的亲生女儿，是格格。这事儿王爷可知道啊？我没敢说，王爷知道会打死我的。可是最近王爷要和将军府结亲，为这福晋要赶苏林出门，我怕苏林一走，我就再也找不着他了，我就赶紧让我娘去提亲，所以我娘，谁知道我娘她会……大人呐，您是青天大老爷啊，你一定要为我娘报仇啊，大人！好了好了，起来吧。来，起来。何长生啊，你娘若是冤死，本府自会还她公道。但在本府未查明真相之前，有关王爷的身世一事，切莫再提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有关王爷的身世一事，就此打住，不要再在任何人面前提起。你可懂了？何长生，小人在。这酒壶可是你家的？不是，大人，这是王府的东西，一定是奶娘带来的。既然是奶娘带来的，为何只有1只酒杯啊？你娘不会喝酒啊？不，我娘她爱喝2杯，街坊邻居都知道的。那就是奶娘不会喝酒，可是她为什么要带1只酒杯呢？杜刚，把这些证物都带回去。是。启禀大人，死者是死于心绞痛，突发暴毙，经仔细勘查，没有外伤，无他杀嫌疑。不可能！我娘她健壮得很，从来没有心病，这一定是奶娘害死的。大人，这个仵作他马虎了事，你要明察呀，大人。心病有时毫无迹象，说发作就发作，
死者死前曾经饮过酒，极有可能是因此而起。不可能！何大人，何大人，除了外伤，可有毒杀的迹象？没有。苏玲，你这是挑水呢，还是绣花呢？哎呀，你这个死丫头你勾引小王爷时候那么机灵，干点活怎么像个死人啊你？起来，起来！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老奴见过王爷，王爷万福。苏玲，你怎么这样？哎呦！是谁？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是谁？儿妻，你快走，不能让人看到你在这儿。我不走。告诉我是谁，我非剐了他不可。儿妻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快走，让人看到了我们怎么办呢？你快走！我不走，你走啊！我带你去见大夫。走。哎呦，小王爷，苏玲。你怎么能让小王爷在这儿啊？奶娘，告诉我，是谁打伤了苏玲？哎呦，小王爷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福晋要知道了，这谁也脱不了干系。是我额娘打伤了苏玲。走。哎呀，走。哎呦，小王爷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能出去！你要是真为苏玲好，不能出去啊！为什么？你看苏玲都被打成这样了，你要是再不顺着福晋的意，他非把他打死不可。小王爷，你能跟福晋去拼命啊？你走，小王爷，你快离开这儿吧！闭嘴！奶娘，你就眼睁睁看着苏玲被打成这样吗？小王爷，别说是打，就是要苏玲的命，我们也得交出去。这就是我们做奴才的命。小王爷，哎呀，苏玲，你有脚，小王爷来了你不会走啊？娘会被你害惨的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哎，真是。让你送礼，我让你送礼，我让你送礼，让你送礼。王爷，我让你。儿妻，你干什么你？你疯了！快拦住他！王爷，小王爷，小王爷，小王爷，哎呀，小王爷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下去，下去。小王爷，好了好了，别气了啊！儿妻，你东西砸了可以治备，你现在气也消了，跟额娘去将军府吧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娶兰若格格。哎呀，小王爷，这事儿由不得你。你再跟我说什么奴才认命的，我要你的命！怎么？我要非让你娶兰若格格，你还要了我的命不成？哎呀，小王爷，福晋都是为你着想。为我着想？那打苏玲干什么？额娘，你怎么能把苏玲打成那样？哼，我这是打了他，他还敢唆使我儿子这么忤逆我。我要是不打他，为了一个丫头，你还要了我的命呢。额娘，苏玲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什么，是我喜欢她，儿子想娶一个我喜欢的人，有什么不对？为什么非要娶那个兰若格格？连皇上都同意让我考虑，为什么额娘你就不能心疼儿子一点？启禀福晋，干什么？扎布泰将军来访，轿子已到府门外。好，来得正好，我跟他当面说清楚。放肆！快请将军到花厅等候。这，你站住！你干什么？我去跟扎布泰讲理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好，那你说你想怎么样？我说过，我要娶苏玲。
可以，但是要先迎娶兰若格格，其他的事情再说。不，先迎娶苏玲。尔琪，你不要太过分，额娘已经让步了。那兰若格格是什么人啊？能让一个丫头给她难堪吗？小王爷，你对苏玲的这份心，老奴感激不尽。可是你无论如何得为福晋、为王府上下着想，抗旨不娶，那谁担得了责任呢？你还让不让苏玲好活？尔琪，你难道要让额娘给你跪下吗？下官见过将军。学生白杨见过将军。别礼，别礼。哎，石世伦，今天为何这么多的礼数啊？你这个老狐狸，礼数一多，准没好事儿。将军，你可千万别乌鸦嘴啊！说笑说笑。哎，你也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你不是为婚期来的。婚期？哦，静嫔娘娘已经请准了太后的旨意。太后说了，这个月25纳礼，下月初8完婚。那可真是要恭喜将军了啊！哎，你也是大媒人，同喜同喜啊！启禀福晋，都置备好了。是，扎布泰将军已到厅中落座，顺天府的施大人也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说是有事请教王爷。施世伦是你跟兰若格格的媒人，不来才奇怪。而且，你这脸色是给谁看的？你别忘了，你答应额娘的话。这是见过福晋王爷。施世伦见过福晋王爷。两位请坐。将军啊，我跟尔琪本来要去看您，没想到您却先来了。我今天是奉了太后的旨意来的。哦，太后有什么懿旨？太后已让内务府看好了日子，这个月25定蒙纳采下月初8移婚嫁，所以我前来问问王爷和福晋是否按照太后的旨意办。当然要遵旨啊，这是太后的恩典，是我们惠秉郡王府的光彩，更是尔琪的福气。太后可说了，咱们把日子定好以后，要早些告诉他老人家。哦，尔琪。但不知道，尔琪王爷把那个意中人安置好了没有？他哪有什么意中人啊？他呀，就是年轻气盛，什么事情不喜欢别人做主，老自己拿主意。这不让我好说了一顿，知道这是太后的恩典，不敢再赌气了。哦，那倒是，年轻人嘛都是这样。再说尔琪是王爷，又是单传，娶个3妻4妾的也是常事儿。哦，兰若这点情理还是懂得的。兰若格格懂事，我们郡王府也不会失礼。再怎么赌气，尔琪也绝不会让兰若难堪的。哎呀，光顾着谈儿女们的婚事了，倒忘了一件正事儿。哦，今天还有一件事儿，施大人有事儿要请教小王爷。下官启禀王爷福晋，因一桩人命官司涉及王府下人，下官……施世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王府下人屁大点事儿，你就敢来问本王？你当我惠敏郡王府是什么菜市口吗？你想来就来，想问就问。王爷误会了。总管，在。送客。大人，请吧。施大人，王爷今天心情不好，您不要介意呀。啊，小的就不远送了，请。总管，怎么说我家大人也是公事来访，你们总该有个人回话吧？非要等着发个传票来换人，到那个时候，王爷和福晋脸上可都挂不住啊。啊，白师爷，这个道理我懂，可王爷跟福晋正闹着别扭。我是说啊，王府跟将军府正要办喜事，我看有什么话还是改日再问吧。啊，总管，
请问王爷的奶娘现在可在府上？可否请她一见？是大人，奶娘一直伺候王爷，王爷就要大婚了，那福晋肯定有很多事情要交代他去办。您是不知道，因为有苏玲，王爷对奶娘那可是不一般呐。哈，依小的看，您还是找别的人去问吧。小的得回去了。好，告辞，失礼了。哎，总管大人，我明知道我们身份不同，还由着自己喜欢你，就是错。苏玲，你终于肯说你喜欢我了。我喜欢你，这辈子我只喜欢你一个人。我知道，你是认真的，这一定是你的心里话，对不对？嗯。其实我一直担心，你喜欢的是慧敏郡王，而不是我尔琪这个人。如果尔琪不是王爷，我就什么委屈都没有了。我是王爷，也是尔琪，我会保护你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任何一点委屈。苏玲，额娘已经同意我们的婚事。我说了，如果她容不下你，我绝不会娶那个兰若哥哥。尔琪，福晋，您找我有什么吩咐？你们下去吧。奶娘，你来府里已经20年了吧？是。福晋恩典，刘老奴在府里伺候小王爷，老奴感激不尽。你把小王爷一直照顾得很好，辛苦了。啊，不辛苦，这是老奴应该做的，老奴心甘情愿。奶娘，你年纪也大了，身体不太好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也于心不忍。现在尔琪就要结婚了，以后他的事儿就让他媳妇儿做了。这个是赏给你的，拿去置个庄园，再找2个丫头，享享清福吧。福晋，您这是要赶老奴走？带着你的女儿今天晚上就走，越快越好，一刻也不要耽误。福晋，苏玲，我是不可能留在身边了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只是让你们离开，一刻都不要耽误。福晋，我已经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只是让你们离开。你不要逼我做狠事。福晋，我知道苏玲不对，我也觉悟了。我以后再也不帮这个女儿说情了。我让她离开，让她以后再也不来打扰小王爷。我这就去办，我这就去做。站住！奶娘，你还是把它拿着，往后好好过日子。福晋，你还是要老奴走？如果你不走，苏玲还会回来的。她不会回来的，你相信我，她不会回来的。福晋，小王爷是老奴从小带大的，小王爷的一切都是老奴在照料。他现在要成亲了，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做，老奴怎么能走啊？福晋，老奴已经年迈，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。
你要老奴离开王府，就是要老奴的命啊！如果你们母女不走，会要我们全府的命。可是这个时候，我和苏玲走了，谁来安抚小王爷？他要是万一急躁起来，没人能哄住他，那就出大乱子了。福晋，你相信我，这件事由我来做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娘，这么晚了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娘都替你安排好了。今天晚上你先到前街的福来阁住一个晚上，明天一早有车送你去江南。你爹在江南还有几个亲戚，你去投奔他们。可是没有可是，照我说的做。苏玲，不管小王爷怎么想，福晋是容不得你了，不走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是尔琪他说，别再提小王爷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配不上小王爷。小王爷何等尊贵，你是什么出身？你不也口口声声说不痴心妄想吗？小王爷，他能由着性子胡来，你能吗？是，他现在说是中意你，要是过了几年，他说中意别人，你怎么办？他还是小王爷，你怎么办？行，你要是不愿意离开王府，娘再给你一条路。娘把你许给长生。娘，不愿意，不愿意就离开王府，离开小王爷，不要让小王爷毁在你手上。娘，我说我从来没有痴心妄想过，是真心的。我也不敢想改变身份。难道就连做个丫头，在尔琪身边伺候她一辈子都容不下吗？娘，你现在要我走，我怎么放心得下您呢？您年纪大了，常犯胃疼，天冷了，哮喘病犯了，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。你让我在外面，怎么能安心的过日子？你尽管走，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娘，娘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是干嘛？你快起来，娘！苏玲，娘求你了，这个地方，你真的不能再待了。娘要保全你，就非得把你送走不可。你和小王爷的事儿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太后钦定的大婚日子，这是多大的光彩，一点差错都不能有。不管小王爷愿意不愿意，这个婚礼是非办不可。苏玲，娘老了，只能在府里闲着等死。你还年轻，带着这些银两去过自己的日子。哦，别再给人做丫头了，就当是报答娘这么多年来拉扯你的情分，行吗？你快起来，娘！你快走，走啊！娘，我走就是。苏玲，娘对不起你，娘对不起你。
哪儿来的？早上看到钉在花厅门上。和上一回是同一个人干的。应该是啊。哎呀，这回换了字帖，看来这是个读过书的人。总管，你不能进去！让我进去！你起来！大人，人人都说顺天府的施大人是青天明镜，谁知道骨子里根本是欺善怕恶、巴结奉迎的伪君子。何长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秦，何长生啊，本府如何欺善怕恶、巴结奉迎啊？我娘不明不白的就冤死了。施大人明明知道凶手是谁，却惧怕王府权势，不敢法办奶娘，这叫小民如何不恨？早知如此，我就该去西长安街敲登门鼓告御状，也不来你这顺天府给人窝囊。有道理。丁忠啊，你陪着何长生走一趟西长安街吧，帮他击鼓告状。大人，这个……不过何长生啊，我可提醒你啊，告状可不是凭自家的高兴想告谁告谁，你得拿出真凭实据。你要告的是惠敏郡王的奶娘，你可有真凭实据啊？是啊，大人已经受理你的诉状，唯恐疏失有误，还再请了刑部仵作勘验。都说何妈是心急暴毙，班房的兄弟也访查街坊邻居，毫无疑点。你一无人证，二无物证，大人有心替你申冤，也毫无凭据。你让皇上他如何受理呀？施大人，我娘真的是冤死的，我可以给你发毒誓，真是奶娘害死我娘的，真的，我可以和她当面对质。对质什么？奶娘拿着玉泉酒来，一定是酒有问题。可酒没有问题啊。那就是杯子有问题，有酒有吃的，怎么可能就我娘一个人吃喝的？启禀王爷，什么事？顺天府施大人求见。本王对这个人厌恶透顶，不见。总管，小王爷正在和福晋议事，打发他走就是。慢着，施世伦上次来就说有事儿，这次又来，一定有事儿，让他进来。这。下官见过王爷福晋，王爷吉祥，福晋万安。免礼，请坐吧。谢福晋。长生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奴才启禀王爷福晋，下官就是为何长生而来的。何长生的母亲日前暴毙在家，死前呢与贵府的奶娘相续。何长生怀疑其母之死与王爷奶娘有关，故而……长生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娘死了，你就赖我？你怎么是这样的孩子？施世伦，你就是这么办案的？我王府的一个下人说怀疑，你就赶来王府问案？你当我惠敏郡王府是什么？王爷息怒，请容下官说明。何妈暴毙一案，其中有些疑点，确实需要贵府的奶娘说明，但事涉敏感，下官才斗胆登门求见呀。你给我少啰嗦！二七，施大人，请坐。谢福晋。你说什么事情敏感？这福晋，我娘说苏玲不是奶娘的女儿，是她偷换了。长生，苏玲怎么了？说。说。苏玲不是奶娘所生，是她用自己的儿子偷换了福晋的格格。长生，你敢轻视活腻了！福晋，我怎么能受这么大的屈辱？长生，你诬赖我杀死你娘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能下作到诋毁小王爷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福晋，小王爷，我可以死，但是我绝不受这种侮辱。
额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王爷，我活着怎么能受这种冤屈？福晋，我没有冤枉奶娘啊，这都是我娘亲口跟我说的，真的。我要娶苏玲，奶娘她不肯，我娘就说要抖出这个秘密，于是她就把我娘害死了，这都是真的，我不敢说谎啊，福晋，我不敢说谎啊，福晋，我没有。我和你娘说好了，要让你和苏玲成亲，我是去结亲的，我怎么会害死她？奶娘，你说什么？你要把苏玲许给长生？小王爷，呀！什么到江南去探亲，很快回来，这全是哄我的。额娘，你也有份是不是？你们全都在骗我！不是，小王爷。够了！你们谁都不许再说。施大人，你听到了，奶娘说她没有杀人，这个案子就结了，剩下的是我的家里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总管，施大人，请。哎，施大人，施大人，滚一边去！你有冤屈，我来替你解决，不用劳烦施大人。如此，下官就告辞了。长生，施大人，我让你走了吗？施大人，福晋，何长生是原告，也是证人。这个案子已经结了，不用审了。即便如此，何长生也该随下官回去结案呀！都给我滚！小王爷，苏玲的事儿，你听我跟你说。苏玲到底在哪儿？不说是不是？好，既然我这个王爷是你偷换来的，那我不做就是了。你们再去找一个。二七，你疯了吗？一个疯子的疯话你也相信？呀！你们谁说的话能当真？额娘，苏玲呢？额娘，你亲口答应的都能不算，我这个王爷要什么没什么，真的也是假的。你，父亲。二七，额娘平时怎么教你的？你堂堂一个惠敏郡王，心里眼里就只有一个丫头，你真让额娘伤心呢。奶娘，你告诉她，苏玲在哪儿？苏玲出家了。二七，二七，小王爷，二七，小王，二七，小王爷。可是你救了我。你醒了？你高烧不退，倒在街上。大人，郡王府福晋要见大人。麻烦来了，快请。是。福晋驾临，下官未曾远迎，福晋赎罪。施世伦，我因夜来访，自是为了自己的私事，客套就免了。福晋有何吩咐？秦毅啊，你和白师爷到门口看着，闲杂人员不许接近。是。
福晋，请吩咐。施世伦，人人都说你为官清正，处事圆滑，处处给人留余地。果然如此。谢福晋赞许。施世伦，你是清官，何长生状告，你自然会受理，这点我理解。本来今天就应该让你在王府问个清楚，可是当时太乱了。是，下官了解。现在我把奶娘带来，有什么话你就当面问清楚。只要在下官的能力权限之内，无不应允。这本是奶娘跟长生间的私人恩怨，与尔琪没有任何牵连。我认定是长生误攀，胡说八道，这部分我会处理。今天你有什么话，就当面跟奶娘问清楚。这个案子就算结了，长生我会带走，从此不要再提。回福晋，何长生是原告，而且又是证人啊。施世伦，律法我也懂一点，这长生又是原告又是证人，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，这案子还审什么？他不用留在这儿。好，下官遵命。好，奶娘，如实回答施大人的问话。是。奶娘，何长生的状告你可承认啊？绝无此事，一派胡言。那壶玉泉酒可是你带去的？是我带的。为什么还有一只酒杯啊？老身不喝酒。不喝酒，为何要带酒去啊？我既是去相亲，何妈又喜欢喝2盅，我为了投其所好，自然带去了。哦，那既然何妈很喜欢喝2盅啊，那家里肯定会有酒杯啊。奶娘何须故意带只酒杯去啊？拿了酒瓶就顺便拿了酒杯，伺候主子时间长了，自然形成的习惯。施世伦，这个很重要吗？何妈是何时心急发作？发作时是何表现啊？啊，当时我们姐俩说话说得好好的，她就突然脸色不对，然后手就抓着胸前的衣服，张着嘴还要说什么。我一看这不对，我就赶紧去找街坊，去找大夫。等我回来想扶起她，她就去了。长生跟着就从后面进来了。哦，何长生是从后屋进去的。对。施大人，事情发生的太快，我真不知道何妈是怎么死的，我绝对没有害死何妈。奶娘，你可是真心想和何妈结亲呀？是，老奴是诚心的。我知道小王爷喜欢我女儿，但是我自认配不上。苏玲这孩子我也喜欢，可是他们身份悬殊太大，苏玲又不愿意做小，我也不能勉强。施大人，奶娘的话，你还有疑问？没有了。那好，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。等一下，请问奶娘，何长生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状告奶娘，不知奶娘作何打算呀？这孩子突然没了亲娘，一时情急，我看他也没什么恶意，算了。施世伦，所有的事到此为止，你懂吗？下官懂得。福晋慢走，恕不远送。多谢福晋保护老奴，谢谢。你跟我说实话，长生说的是真是假？当然是假的，绝对没有这回事。福晋，你小声点。没有这回事儿，何妈能胡说？福晋，真的没有这回事。老奴要是撒谎，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福晋，
福晋，你想想，老奴那天是第一天进王府，连门在哪儿都找不着，又是河麻接的生，老奴如何调换婴儿啊？你千万不能信这种话。所有的人都说小王爷活脱一个老王爷在世，无论是神情气度，无一不像，这是偷得来的吗？福晋，河妈是疯了，她为了求富贵，连这种疯话她都能编出来，你千万信不得呀！冤死老奴不要紧，小王爷是王府的血脉，委屈不得呀。河妈的死，真的和你无关。大人，那福晋这么急着召何长生回去，会不会是要灭口？停下！福晋，他都说什么了？哦，回福晋，还是那些话，都说是河妈告诉他的。父亲，父亲，小的错了，小的错了，小的错了。哦，错在哪儿了？我娘她全是为了要奶娘答应这门婚事，才编出这段谎话吓唬她的，确实是无凭无据的事。而你就因为这个闹到顺天府去？父亲饶命！父亲饶命！小的一时鬼迷了心窍，才胡言乱语，求福晋入罪，求福晋饶命。长生，王爷就要大婚，这是他的喜事儿，我给他积德，今天饶你一回。谢福晋，谢福晋，谢福晋。总管，把他赶出府去。不，把他赶出京城，不许踏进京城一步。哦，这不好了，启禀福晋，小王爷不见了。什么？给本王找，仔细的找，澡堂茅厕都给我看清楚了。是。你在哪儿啊？这点眼力还能找人？
干嘛？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这是老子的地儿，被你给占了，找死吧你啊！什么你的地啊？这是无主的破庙，谁都能来，知道吗？放屁！老子就是这儿的活菩萨。干嘛？这是我的，拿来。这是我的，我可会功夫，我告诉你们。会功夫，拿来吧你！拿来！拿来！拿来吧你！打死你！占我地盘！滚！滚！你们干嘛？把东西还给我！滚！怎么着？滚！快点！这帮混账王八蛋，等着，都他娘的给爷爷等着，一个也跑不了。苏玲。长生，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，是吧？这全是你的那个娘给害的！我娘？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！我和长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？为什么让我受这种罪啊？啊！我不过就是喜欢你而已，你娘她不答应就算了，但是为什么要害得我家破人亡？为什么啊？长生，苏玲，我就像条狗一样，就给福晋赶出王府，不但不能在府里待，连京城都不能待。我从小就在京城里生活。现在说不让我待，我就不能待了。让我上哪儿？我他娘的能上哪儿？现在更好了，能穿的能用的全都给抢光了，就连个漏雨的破庙我都没办法容身的我招谁惹谁了？我招谁惹谁了我？啊！长生，奶娘，福晋。你们不就千方百计的不让我跟苏玲在一起吗？可是老天爷他老人家有眼呐！苏玲，这是你自己找来的，你娘她害了我娘，我就拿你来抵债，这公平吗？啊，苏玲，你没得怨她，是你娘她没天良，你就得给她抵债，知道吗？啊，长生，跟我走！长生，跟我走！长生，长生，你走！你放开我！快走！长生，你放开我！我娘什么时候害了你娘了？你不能乱说，长生。我还有更惊人的秘密要告诉你。我不能跟你走，我要去广福安。长生，你放开我！胡长生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放手！你放开他！六姑娘，你就是苏玲姑娘。我让你放了他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不放，我要拿他换回我娘的命。你娘的死跟苏玲姑娘没有关系，放了他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他娘害了我娘，我就拿他给我娘抵命。你不是说了吗？苏玲不是奶娘的孩子，就算你杀了苏玲的话，奶娘也不会心疼的。谁说我不是我娘的女儿？何长生，快放了苏玲姑娘。施大人知道你有冤情，案子一直在查，会给你个交代的，别胡乱牵连。
苏林姑娘是无辜的，你知道吗？长生，你们在乱说什么？我为什么不是我娘的女儿？你娘偷换了福晋的孩子，尔齐才是奶娘的儿子。你胡说！我没有。尔齐王爷来了，你快放开苏林！他来干什么？他来干什么？我已经被福晋赶出府了，我不是王府的人了，我不怕，我谁都不怕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苏林在我手里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。何长生，你娘已经冤死了，现在还没有下葬。如果你再死的话，那就是2个孤魂野鬼，你娘会安心吗？啊？是啊，何长生，施大人会还你公道的。快放了苏林姑娘，放了她！苏林，你没事吧？快走，到前面树林等我。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苏玲，儿齐，苏玲，儿齐，儿齐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儿齐。哎呀，小王爷，小王爷，你不能这么激动，你的病刚好，小王爷。苏玲，哎呀，快把手放开，放开小王爷，他的病刚好。儿齐，我不会再放开你的，苏玲，我答应你，我们再也不会分开。不分开，儿齐。六姑娘，就这么让何长生走了？不见了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怕王爷会宰了他，让他先躲起来，没想到他就不见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跑什么呀？你追我，我不跑啊！我有话要问你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尔齐不是惠敏郡王的儿子，这句话你可当真？说。我认为是真的。照你这个说法，苏玲才是惠敏郡王的格格，那个尔齐不过是个奶娘的儿子。我娘是这么告诉我的，该说的我都告诉施大人。哼，但施世伦并不相信你。施大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敢直呼施大人的名讳？我是能帮助你的人。你叫何长生对吧？我若能保住你性命，又能替你报仇，你可愿跟我走？我又不认识你。你不需要认识我。来不来随你。啊！我跟着你走，等等我。跟着我，不许多问，多问一句话，我把你丢给郡王府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有他帮忙，肯定让你在今后的王府里不感到寂寞。出来吧。格格。他是谁？他叫何长生，
是惠敏郡王府里的账房小厮。王府的人怎么会在这里？因为犯了福晋和尔齐的忌讳，被赶出来了。忌讳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个死奴才，你不要命了吗？真的，我说的全都是真的。我娘她为了这个秘密已经送了性命，我现在拼了命的不肯走，为的就是要给我娘伸冤报仇啊！你相信她说的话？不论真假，这个秘密一旦传扬开来，你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你费了半天劲儿，不怕丢人，软磨硬泡的非要嫁给尔齐，结果这个王爷竟然是个西北货。兰若格格，惠敏郡王福晋，你情何以堪呐？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我是想，你想什么？想让格格知道真相，好找个依靠，给我娘报仇。格格，您可是金枝玉叶啊，却让人蒙在鼓里，许配给个下人的儿子。这个秘密要是传出去，格格的颜面何在？国公又怎么和朝中的大臣们相处？还有静嫔娘娘，这……哎，最气人的是，奶娘她不仅偷换了儿子，骗了格格和国公给尔齐撑腰不说，她还让苏玲去缠住尔齐，这里里外外全让她一个人给占了呀！格格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呐，还不知道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手段耍您呢。马长生，以报你的仇，扯苏玲做什么？大丈夫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扯一个不相干的女人，你算什么本事？我怎么觉着，听起来你像在帮苏玲说话呀？我问你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小的要是有凭证，我娘还会冤死吗？没有证据就要我相信你，这岂不是笑话吗？哼！格格，格格，放肆！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格格，我是拿奶娘没办法，但是您可以啊，您可以把奶娘吊起来打，打到她说实话为止。格格，你想啊，王爷一点儿也不像个早产的孩子，这府里上上下下早就传开了，不会错的。格格，您就是为自己，你也要查清楚这事。格格，您相信我。我信。大人。大人，找到何长生了。带他过来吧。带不了，他被惠敏郡王府的少福晋带进王府了。属下呢是看着他跟少福晋的轿子进去的。他怎么会和兰若格格在一起了？他认识兰若格格吗？这属下也不知。额娘，我回来了。我阿玛知道尔齐因为你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在家伺候，没能跟我回门。我阿玛还责怪我说，回门固然是礼，可您的身体更重要，我应该在跟前孝顺才是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哦，这是长生，他是我阿玛刚买的下人。我身边缺个使唤，所以就跟阿玛要了来。问了几句才知道，他原本是王府的小厮，因为犯了一些错，被总管赶了出去。我看他机灵勤快，人又老实。额娘，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原谅他，让他再回王府？请福晋开恩，小的一定改过，好好做事，报答福晋、少福晋。不行。为什么，额娘？长生既然已被总管赶出府去，就不能再回来。
不然总管以后还怎么待人啊？既然你阿玛中意他，就让他在将军府好生伺候着。额娘，我没带什么人来，这长生就当是我的人好了。以后管理下人这些小事儿，就由我来处理就行，您别操这个心。长生，向福晋跪安，就到下面去伺候吧。谢福晋恩典，奴才告退。哎，你小人叩见石大人。你现在身份不同了，不用多礼。谢大人。本府知道你很忙，长话短说。关于你娘的那件案子，本府一直在持续的调查，并没有松懈下来。小人万没想到，石大人居然还记得此事。大人，我娘她真的是冤死的，小人代我娘叩谢施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本府知道，你娘的死不单纯，但是奶娘的一切经过本府详细查证，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近情理之处啊。大人，何总管，你别急啊，听大人把话说完。是，大人请讲。你说你娘指证奶娘偷换孩子，这也是你娘死亡的原因，也是本案的关键所在。本府呢，发现这么一点儿疑点，但是不方便去王府求证。正好你现在刚回王府，可否愿意替本府仔细观察观察？但凭大人吩咐。在我说之前，我要和你有个约定。你若不同意，那今天所谈就作罢了。什么约定？你娘和奶娘之间属于个人恩怨，不该牵涉他人，这点你同意啊？我不太明白大人的意思。本府可以定奶娘有罪，但是不能提及你娘所说的关于王爷身世这一事。为什么呀？奶娘若是认了，尔齐这个王爷就是假的，当然要让大家知道了。啊，不，奶娘或许承认毒杀你娘，但她绝不敢承认换子之事。奶娘毒杀你娘可以说是个人恩怨，本府准备这么结案了，与王爷无关。你若同意，就可以和本府合作。好。据本府所查，奶娘的丈夫是死于家族的遗传癫痫病。听说前不久王爷也有过类似疾病的发作呀。是，大人说的极是，尔齐他也有这病，所以说他就一定是奶娘的孩子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不就是说我娘她说的没有错呀，大人？你先不要激动，是否如此，关键要看王爷是不是得这种病。这种病最怕刺激，一旦精神受挫，很容易复发。所以我让你仔细给我观察，明白吗？是，小的回去一定仔细注意着，一有动静立刻向大人汇报。那小的这就回去，小的告退。等一下，何长生，你别忘了和本府的约定。大人，尔齐若不是王爷，我还怕他做什么呀？何长生啊，会敏郡王的出身是宗人府登录在册的，是涉皇族血统，即使有误，宗人府宁可错认，也会保住王爷，不会保住你这个奴才的，你可明白？你想为你娘伸冤，本府自会成全，给你个交代，但绝不能牵扯到王爷。这不是为了保护王爷，而是为了保护你。小的多谢大人，小的告退。等一下，就算你娘的死跟奶娘有关，也不该迁怒在苏玲身上。
更不能因为你不喜欢他，就想尽办法去整他。青衣姑娘，不错，我是恨奶娘。现如今，苏玲也已经跟了尔吉，但是这里，苏玲她始终在这里，所以我绝不会做对她不好的事情。是少福晋要找苏玲的麻烦。不过，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做粗活，其实只是提提东西而已。我是绝不会让苏玲真吃苦的，我也是在保护她。也许他真的是个金枝玉叶的人呢。少福晋，好啊，家贼难防，你偷东西偷到我房里来了。哎呀，少福晋，您误会了，老奴不是偷东西，老奴是看天气凉了，小王爷衣服少了，我给他拿几件厚的。混账奴才！王爷要穿衣服，不会自己来穿吗？要你多事！明明就是偷东西，还敢狡辩！长生，在。拖下去，重打100大板，再送官就办。是。少福晋，拿来，拿来！哎呀，听见没有？娘，给我松手！娘，少福晋，少福晋，老奴真不是偷东西，老奴是为小王爷着想啊！住口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王爷的事情不用你多事，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吗？不要以为你是王爷的奶娘，我就治不了你。长生，拖下去，重重的打。是。长生，少福晋，不要这样！少福晋，你放开！少福晋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娘，我娘她年纪大了，她一定是忘了你吩咐的事情，你饶了她，我愿意替她受罚。看不出来，你是个孝女。如果我打死她，你也愿意替她死吗？少福晋，开恩！我愿意替我娘受死，我愿意替我娘受罚，只求你能饶了她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2个人一起拖下去，重重的打。是。苏玲，你让开！长生，让开！长生，少福晋，开恩啊！少福晋，快走！少福晋，少福晋，你饶了我娘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娘。少福晋，娘，娘，娘！打死你！你也有今天！长生，长生，我求你了，别打我娘！苏玲，你给我走开啊，不然我连你一块打！长生，你打我吧，你别打我娘，我求你了，长生。她不是你亲娘。她是。长生，你不要再说这些闲话了，会害了很多人的。不管我娘她犯了什么错，都由我来承担。长生，你打我吧，你别打我娘，我求你了，长生。苏玲，不要求他，他就是个小人得志。他再神气，他也是个奴才。你打呀，我看你能把我给打死。好，娘娘，你有种，你真有种，我让你有种！长生，长生，你别打我娘，你别打我娘！让开，你让开！娘，对，我不打你，我不打你，不打你，不打你，不打你。我要是万一一不小心一棒子把你给打死了，还就看不到你认罪砍头的好戏了啊！奶娘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有90%的把握能够证明尔琪她不是福晋亲生的，剩下那1成嘛，用不了多久也就有答案了。奶娘，你
你就好好的等着吧，等着看你的好事被揭穿了。你跟尔琪甭想有一个有好下场的，你给我等着吧。满嘴胡说！小王爷的身份明明白白的记在宗人府的红册上，你要是再敢胡说，福晋追究起来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哎呦，干嘛呀？吓唬我？吓唬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胆子我很小的。我告诉你，坏了，我刚才好像说了，不对，我之前好像也说过了。那好像也没见福建把我怎么着啊？啊？奶娘啊，奶娘啊，你看看你那个样子，你就是心虚，你们都心虚，想骗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等的就是个什么机会？我要把尔琪气恼了，我让他生气，越气越好，最好是气出病来。啊，对，准确的说，那应该叫气的病发。只要他一发病，那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？啊？拿着，找机会给苏玲服下，要做的不露痕迹，知道吗？这是怎么？我交代你办事，还要跟你解释怎么回事吗？少福晋息怒，奴才只是想知道这是什么，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。这个是打胎药。少福晋，我容不下那个孽种。去吧，做得干净利索点儿。怎么了？少福晋恕罪，奴才不能做这件事。你说什么？奴才说，奴才不能做这件事。何长生，你记得你是怎么回王府的吗？是，全是少福晋的提拔。少福晋要奴才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唯有这件事，恕奴才做不到。做不到就给我滚！我不用废物，滚！少福晋，其实，奴才现在已经有足够的把握，能掀翻王爷的底，所以留不留在王府，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了。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苏玲，她才是福晋的亲生女儿，不会错的。福晋的心里头一定是有数，不然，绝不会改变对苏玲的态度。只要王爷不再是王爷，那么保住了苏玲，也就是等于保住了我的将来。荣华富贵，自然有我的。哼，好一个奴才啊！你知道我要捏死你，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吗？是。少福晋要取奴才的命，确实是不难，但是，奴才也绝不会就跪在这里等着挨打。我记得奴才随少福晋回王府的缘由，好像还有一个朋友是知道的吧？哼，你说藏宝？他早已自身难保，还顾得上你吗？我之前容忍他，是因为怕他坏事。现在我已经进了王府，以前那点把柄我再也不在乎。等我先收拾了你，再收拾他。可你收拾不了施大人。什么意思？不瞒少福晋说，奴才跟施大人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约定。什么约定？我若出事，长生，其实你只要好好的跟着我，什么荣华富贵我都能给你。回少福晋，荣华富贵是不错，但是没有，也死不了人的。在我这心里头，真正在乎的只有苏玲。打我懂事那天起，我就打定了主意，
我一定要娶到苏玲做我媳妇。可是苏玲已经是尔齐的人了。尔齐，尔齐他很快就会是个死人了。少夫姐，奴才劝你早做打算。奴才告退。你站住！不知少福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？刚刚我说的是气话。算了，你好好的跟着我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那奴才多谢少福晋。下去忙吧。奴才告退。苏玲，又是苏玲。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她？她到底是什么妖精转世的？这个奴才知道的太多了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晒死了，扔是啊，瞧瞧，你上来了。不知道，现在关爷，这边。哎，让一让一下。走个日吧，就这儿。何长生，我去回禀大人。大人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听众，大人好好在这坐着呢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不是说大人，我是说漂在河里的那具浮尸。大人，死者是何长生。是谁？何长生。怎么死的？仵作还在勘验，我急着回来给大人报信的。不过死在河里，应该是被淹死的。错了，还是错了，是我的错。大人，我们先回府了。看不出有任何的他杀迹象啊。我和何长生约定时啊，就担心他若沉不住气，在兰若格格的袒护下找奶娘或者找王爷挑衅，就会坏事。大人，你是真心想给他母亲伸冤啊？还是错了呀？知道王爷的秘密，就等于给人杀人灭口的动机。灭口？你是说奶娘？这条河流通往哪些地方啊？何长生的死，可与你有关？王爷为什么会觉得跟我有关呢？直觉。如果真是我，你可会护我？你为什么要杀长生？王爷，人是我带进王府的，我有什么动机杀他？正是因为不解，所以来问。哼，我想王爷，你是问错人了。在这个府里，有杀人动机的不是我，是谁？王爷心里应该清楚。
站住！二七，我已经嫁给了你，我是你的福晋，就算是为了我自己，我都会护着你。你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。施之伦，若非你我多年的交情，你要这么问话，我肯定认为你是在故意找我麻烦。将军，少福晋和何长生的关系事关重大，必须理清才行啊。没有什么值得理清的，他俩就是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。何长生死前，最后见到他的人正是少福晋，而我，在王府询问众人时，少福晋居然没有表示啊。兰若是主子，何长生是奴才，主子叫奴才进房吩咐事情无可厚非，没什么不对的。将军，石世伦，既然兰若没有提起，那就毫无关联。石世伦，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为了一个奴才，你抓住我不放。我再告诉你，兰若和那个何长生的死毫无关系。如果你想牵连，请把证据拿过来，否则你我多年的交情就此了结。松哥，何长生是生前落水，根本没有挣扎，这也就是说，他是酒后睡着，落入水中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有人看见他生前曾进过你的房间。谁？是谁看到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给他吃了凝神散？那日你到我府里拿了凝神散，是不是这个目的？是不是啊？不错，是我给他喝了酒，吃了凝神散，再把他推下水的。原本我想等他睡死过去，再推他下水道。没想到他自己昏昏沉沉的就走到了水道边，我就顺势把他推了下去。兰若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呀？长生知道的太多了，他非死不可。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勾当。当初你非要把他留在王府，而如今你非要让他死。我问你，兰若，你和这个何长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会留下他，只是因为他知道了尔琪的秘密。尔琪的秘密？尔琪会有什么秘密？尔琪他根本不是福晋亲生的，他根本就不是王氏的血脉，是奶娘有了他自己的儿子，换了福晋的女儿。长生的娘就是知道了这件事，所以被奶娘给害死的。阿妈，要是长生说的是真的，那我嫁的就不是个王爷，是什么出身不知道，什么时候会给人抖出来也不知道。我留下长生，为的就是要调查清楚这件事。可是他早已不听我的使唤，他和奶娘有仇，又贪恋苏玲，迟早会说出真相。阿妈，我不能让他说出来。这事一旦传开，我还有什么脸做人呢？
我是应该守着这个假王爷过日子，还是回娘家等老死？阿妈，我不能让人家这么耍我。我不杀他，难道等他来毁了我吗？胡说，简直是胡说！怎么可能的事情？儿媳长得这么像王爷。阿妈，谁来做王爷？只要爱动刀动枪，你都会说他像老王爷。你仔细想想，他哪里像老王爷？真的像吗？原本我也没这么在乎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只要他对我好，假的也是真的。兰若呀，你既然这么想，那就要……可是他竟然糟蹋我！阿妈，儿媳她真的太可恶了。自从成亲起，我们从来就没有圆过房。他心里始终只有苏玲那个丫头，不管是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样样都比我强。现在她怀孕了，他更是寸步不离地守着，连福晋都当她是宝。阿妈，长生说苏玲就是福晋的亲生女儿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福晋他虽然嘴上不认，可他心里已经认了。要是他再生出个儿子，就算我是正室又怎么样？他们里里外外都是一家人，我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。这样子我要怎么过日子啊？阿妈，我根本就像废人一样。兰若呀，当初阿玛就不答应这门亲事，可你就是固执，非要……不要说了，当初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丢不起这个脸，现在我更丢不起，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个贱人的。兰若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要苏玲的命！什么人？谁？3天之内，施世伦要是还没找到这儿，我就宰了你喂狗。为什么？泄恨。施世伦这会儿肯定急坏了，想到就好笑。明知道犯人是谁，但抓不到，又找不到，更开不了膛，多有意思啊！你不会得逞的，我大哥不会受你的胁迫的。这次会的，刘青衣。就算施世伦这次狠了心要牺牲你，他身边那个师爷也不会同意的。他杀了施世伦的师爷，冒名顶替，施世伦还包庇他，肯定有什么把柄落在这个人手上。白杨不是赵晴天杀的，赵晴天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哦，这个人叫赵晴天，身手极好，应该是好人物。什么出身？你好大个胆子！施世伦正铺天盖地的拿你，你居然跑到了这里！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滚！
侍郎大人，镇静点。施世伦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来兵部找你。坐下说话，我赶时间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施世伦是捉拿我，你却是派人追杀我。我们好好说会儿话，说完我就走。你要是惊动别人，我逃得掉的，你就很难对人解释了。我不怪你想要我的命，换了我也会这么做。我是死刑逃犯，亡命天涯。不管你之前什么原因收留我，这都是恩情，所以咱们两清。那几支箭的事，我没想到施世伦会那么快查到你身上。拖你下水，我觉得不好意思。哼，你说的倒轻巧，这岂是拖下水这么简单的事儿吗？你不要忘了，刺杀皇上那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呀！你真是个混账东西！哼！哼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恩怨分明。我给你找了麻烦，自会还你到保命符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涉嫌行刺当今，固然是灭门重罪，但施世伦窝藏侵犯，欺瞒皇上也是要抄家的。施世伦的师爷不是白养，他叫赵刑天，此人应该有重大案底，你去查清楚。你就拿这个秘密和施世伦交换。且慢，告诉兰若，安分地做他的正式福晋，不要为难苏玲。这是劝告，也是警告。藏宝和那个丫头，藏宝是这么说的。阿玛以为你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。我也不清楚。怪了，这个藏宝为什么这么护着苏玲呢？藏宝是个死刑犯，要是跟苏玲有所牵连的话，那可就太有意思了。阿玛，兰若，我警告你，你离那个丫头远一点，不许动她。为什么？阿玛虽然不知道藏宝跟那个丫头是什么关系，但是阿玛清楚，藏宝是个亡命徒，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他说他要保护好她。我不管他们是什么关系，总之我容不下那丫头，有我就没她。混账！阿玛，你竟然为那个贱丫头打我！兰若呀，你和阿玛都有事儿犯在施世伦的手里，阿玛正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。算阿玛求你，希望你以后别再找麻烦了。至于那个丫头的事情，以后再说。据仵作勘验，王爷乃是急怒攻心而猝死，与你丈夫马先生死因相同。你说什么？同是癫痫病致死，虽说是巧合，未免也太巧合了吧？何妈虽是死于心疾暴毙，但据本府所知，有一种毒物叫蟾酥，一般是买春嫖客买来做春药的。但若人大量食用，会即刻死亡。而且此毒物一旦被人体吸收，便会查无踪迹。本府派人去江南，查遍了你的内外亲戚，发现你的外祖父是一总方郎中，对此药甚为熟悉。你自幼耳濡目染，使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吧？
本府分析，何妈就是死于这种药物，而且是你下的毒。胡说！你未将毒药下在酒壶中，而是下在酒杯里，这就是现场为什么只有1只酒杯的缘故。何妈喝的那1只已被你带走了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判的什么案呢？胡说一堆，然后强要人认罪。施大人，你的青天之名就是这么得来的？奶娘，我要是握有实证，你现在就在公堂之上了，而不是本府书房里的客人。哼！但本府的推测绝非空穴来风，奶娘心知肚明。胡说！奶娘，本府一直和你好言相谈，你仍执迷不悟。何妈母子若非知道你的秘密，怎会死于非命？你非杀他们不可，就是为了掩饰王爷的出身，而王爷的死因和你丈夫死因相似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王爷肯定是你们马家的孩子。施大人，你留点口德。小王爷已经走了，死者为大，你怎么可以拿一个死人再去羞辱？小王爷是如假包换的堂堂的惠敏郡王之后，是皇亲贵胄，宗人府列册有载录的。施世伦，你要是再敢胡说，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，王法也饶不了你。奶娘，本府一再与你好言相劝，就是希望你能诚心悔悟。你为子求荣，不惜扰乱宗室血统，又为了保住你儿子的财富，草菅人命，谋害何妈，他们母子皆因你的一己之私而冤死。午夜梦醒，你就一点都不知道悔恨，一点都不自责吗？即便是王爷的死，也等于是死在你的手中。苏玲本是王氏骨血，因你之故沦落成奴仆。王爷为了保护苏玲姑娘，心神受创而死。王爷是在替你还债，王爷是在用生命来替你赎罪。事到如今，你若想让王爷走得安心瞑目，就该主动承担罪责，让死去的人也能安息。我没有错，小王爷是惠敏郡王之后，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，小王爷还是小王爷，他变不成我的儿子。奶娘啊，奶娘，王爷心存善念，所以老天爷借苏玲姑娘给他留下了骨血。若你仍不知悔改，不能还何妈母子清白，恐怕老天连这点恩德都将收回呀。王府和你们马家就要绝后了，到时候你有何颜面去见两家的先人？啊！说话！儿啊，为了你的名誉，为了苏玲肚子里的孩子，娘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。娘要是不在了，死无对证，施世伦就什么也办不了了。儿啊，你放心，娘不会让施世伦在你死后还让你难堪的啊！娘很快就来陪你，别怕，娘很快就来。奶娘，是福晋。
你这几天所作所为有点过分了吧？二七走了，我都没这么哭死哭活的。你这么整日的哀伤，难道外间传言是真的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施世伦为什么找你去？是不是你害死的何妈？回话。是老奴害死的何妈。那时小王爷正在议婚，稍有流言便不得了，不仅损害小王爷的声誉，连福晋也要跟着受罪。我怎么安抚他都没用，老奴一片愚忠，实在由不得何妈到处乱说，逼不得已，我就杀了他。真是这样？有半句谎言，老奴不得好死。那么，何妈所说真的是事实？你真的用你的儿子换走了我的女儿？说话呀！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这么多年，你眼睁睁看着我的亲骨肉做婢做奴，你一点都不亏心。你让二七享尽荣华，却让我的苏玲受尽委屈，你一点都不歉疚，是不是？福晋，老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也不管你怎么看我。不错，老奴是把我的儿子替了福晋所出，可是尔琪并没有给你丢脸，他保住了惠敏郡王这个王位爵禄。要是没有尔琪，不知换了谁来袭爵，也就没有什么惠敏郡王府了。福晋，老奴无愧于你啊！我生的儿子，这辈子没叫过我一声娘。到死，我还不能为他哀伤。早知如此，我宁可倾平一生，母子俩相依度日。就是死了，我也能上上坟，烧烧香，痛痛快快地喊几声儿子的名字。那苏玲是不是我的女儿？福晋，苏玲虽然从小为奴，但她真的没有吃什么苦，算不得委屈。她现在是王府的人了，要是再生一个男孩，她是什么出身，就没人计较了。我怎么能不计较？就算他是你的骨肉，你能还他出身吗？你敢这样吗？好了，说出来了，都说出来了。我可以安心的走了。走了。你去哪儿？我到顺天府找施大人投案。我杀何妈虽有情由，但礼法不容。这点我已经明白了。
福晋，今晚所说，仅止于此。出了这道门，我是什么都不会认的。而且永远是王爷，是惠敏郡王，是福晋亲出，这是谁也改不了的事实。范驸马家事已认罪无误，还押牢中，待刑部勾决后行刑。大人，范父枉杀无辜，理当伏法，但一切皆因一片愚忠，与何妈所说谣言毫不相干。请大人还王爷清白，还苏玲清白。这个女人，到死都要维护自己的儿子。大人，何长生母子皆因王爷的身世秘密而死。现在奶娘承认了毒害何妈，可是这何长生的案子又如何结案呢？你说这邵福晋会像奶娘一样干脆的承认吗？总要试试吧。明日去将军府。大人可有了主意？没有，但凭天地良心。哼，天地良心也能破案呢。苏玲姑娘，大哥，苏玲想见见奶娘，求大人成全。把门打开。不用，有话就这么说。这种晦气的地方来干什么？不顾及自己，还要顾及孩子。娘，儿妻已经走了，什么说法对她都没有意义。您何苦认罪呢？娘杀了何妈，给她抵命，这很公道。与小王爷有什么关系？娘，别说了，快回去。施大人，我娘是为了我才做错事的，我来承担，你放了她好不好？苏玲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瞎掺和什么？你给我记清楚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小王爷唯一的骨肉，不管是男是女，都是金枝玉叶。而其孩子的母亲，不管出身再不好，那也绝对得是清白品行。你赶快回府，回到王府去，守住这份清白。娘，快走！奶娘，本府念你愚忠可悯，你是否想见王爷最后一面？本府答应你。施大人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这就要去和小王爷见面了。娘，快开门！娘，娘，娘，没用了，我服下的是毒死何妈的蟾酥。这瓶子里还有点残余，留着当物证，算是人赃俱获吧。娘，你别这么对我，娘。苏玲，
娘这辈子只欠你一个人的，下辈子还。你别这么对我。孩子一定要生下来，好生养着，别让娘死不瞑目。娘！管家，本府呢有点口干，可否给一杯热茶喝？这。石大人，时辰快到了。什么时辰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什么时辰快到了？父亲，父亲！来，王爷，喝口热茶润润喉。苏玲，儿妻，王娘，儿妻，儿妻，你活过来了。大人，这就是你那天跟王爷在屋里说的事儿。是啊，当时不让你在门口守着的吗？真要出了什么差错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你是从犯。这。施世伦，尔齐的事，你查清楚了吗？回皇上，京臣详查，惠敏郡王尔齐确是福晋亲生，坊间传说不足为信。是吗？混来皇族血脉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微臣以四品前程担保，此事千真万确。你施世伦既然担保，朕自然相信。尔齐是难得的军事人才，朕十分爱惜。你能审明此事，还他公道，有功于朝廷，功过相抵，朕就不究你的欺君之罪了。带着你的师爷回去好好办差。哎，臣谢万岁恩典。奴才谢万岁恩典。